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恐怖怪谈。没错，又3连休了哈。对，还好，因为上个礼拜有就是拍那个学校拍2集嘛，3连休我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对，要不然最近连续的跑真的有点累。好 ，OK， 那今天我要介绍这则恐怖怪谈呢，它又是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发生是在澳洲。然后呢，我会选这一则恐怖怪谈，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人他现在应该说他之前呢上班的地方，早期曾经是一个太平间殡仪馆，那他之后改建了之后在里面上班。我这样问好了，你觉得这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认为啦，是我的话啦，我觉得这发生灵异事件的几率几乎是100%，而且据说啦，这个殡仪馆早期是因为某些灾害死了很多人才设立的一个临时太平间。那你觉得呢？好，那他碰到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在我离开上一份工作之前，几位同事告诉我，我们办公大楼在2战期间1942年至1945年间曾短暂用作停尸间，这地点确实合乎逻辑。附近有一间小型村舍的医院，马路对面的老教堂依然屹立着，旁边还有当年主教的宅邸，殡仪馆也仅1街之隔。大楼底层是原始的砂岩结构，楼上则是后来加建的。战后这里曾是运动和休闲俱乐部，之后空置多年，直到几年前才重新使用。会不会是因为翻修和人们的进驻惊扰了某些本应该安息的存在呢？一位早班主管报告说，清晨常听到楼下传来动静，像是有人在走动。这位女主管对超自然现象特别的敏感，之前也有过几次怪异的经历。据说停尸间就在楼下，靠近用来开会的会议室。另一位女同事说，她在楼下总感到莫名的不安，宁可避开会议室和任何设施。她无法解释，只是每次到那里就会被一股无来由的恐惧笼罩着。即使在夏天或会议室挤满人，这个房间也异常的冰冷。楼上的女厕也是如此。我曾安慰自己，这只是老旧建筑物的缘故，但现在我不禁怀疑。大楼成为办公室后的几个月，气氛变得极不安宁，人们对无心的言行有过激的反应，或为琐事挑剔所有人与一切，环境越来越压抑。我每天回到家都精疲力尽，这种毒性的氛围让人真的快要窒息了。有些日子走过那些不开心人的身边，像是穿过粘稠的蜘蛛网，脚步仿佛陷在厚重的泥泞当中。但当他们不在办公室时，一切似乎轻松了许多。最终负能量压得我喘不过气，影响了我的健康，我不得不离职。最后一周，我想要拍照留念，于是采取了防护的措施，在午餐休息时为自己和这个地方祈祷保护与平安，然后才下了楼。我的手机、相机起初运作都一切正常，但后来快门键失灵了一阵子，好不容易恢复后，对焦功能却又不灵光了，拍出的照片模糊不清。我删掉了过于模糊的照片，当时我确信自己的手很稳。奇怪的是，虽然现场看起来昏暗，闪光灯没有亮，但照片却异常的明亮。接着我听到休息区传来东西倒下的声音，突然间我感觉不再是孤独一人，后颈的毛发竖了起来。我清楚地感到这里那里
似乎有群人在好奇地注视着我，或许他们从未见过手机相机吧。我大声而礼貌地说，我要离开了，只是想拍照留作纪念，祝你们安好，愿你们安息。我不知道自己在对谁说话，也不知道为何这么做，但我飞快地离开了那里。我把照片拿给有灵异经验的朋友看，几个人说看到了不该有的淡淡阴影。其中一位来自有特殊能力的家庭，他说楼梯底端有个模糊的男人身影，低头坐着抽着烟。他还看到休息区窗边站着或围绕着一群人。那声倒下的响动很可能是附近椅子上原本放着的文件掉落，或许停尸间的传闻源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当时疫情肆虐，死亡人数庞大，小型医院不堪重负，楼下可能被改成临时用的停尸间，尸体之后被运往不远的隔离站，那房间后来可能被俱乐部用作冷藏室。这栋楼在二战期间或许也用作临终安养室，收容急需照护的退伍军人，或存放伤重不治的遗体，之后再运过水路。楼侧一块小铜牌上确实写着军人之意。不管历史真相如何，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不介意那些伤痛的记忆，忽视死者远比应付活人容易。附注：我的同事送我一份告别礼，雪梨最闹鬼的地方之一——隔离站的礼券。好，介绍完今天这则经历，其实它没有很长，但甚至说他根本没有，他只是感觉到，他也没有看到。那碰到这些奇怪经历都是其他人，或者是看了他的照片。那其实我有看了一下，他说他有拍到照片，可他并没有把照片放到网络上，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把照片分享给大家看，这点请大家多见谅哈。然后，对他所碰到的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或许你们听来会觉得不怎么恐怖，可是我觉得最恐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在那个地方上班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有这样的历史，似乎所有人都被影响到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大家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放大，像说尤其是人际关系啊等等之类，那这些负能量会不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些那个呢？我觉得这个机会其实还蛮大的。其实有听说过有一些人被影响之后，整个人个性会变得奇怪嘛，然后也变得容易暴躁。那会不会是他们碰到这样的事情之后，然后甚至会去你捅我啊，就是我去背叛你啊，然后我背后在说你坏话等等之类？我觉得这种都很可能。其实好像不用是殡仪馆或者是太平间的地，在一般职场上好像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吗？那假如又被放大，那不是变得更痛苦？那我觉得最恐怖的是这一段，因为到最后变成是他好兄弟去影响到人，然后人再去影响到这一个人。他的恐怖氛围、恐怖指数大概给4颗星吧。对啊，就是这样，工作真是蛮痛苦的哈。还好他离职了。好 ，OK， 那其实这个地方它有附一些连结，那这些连结呢，其实确实有去介绍到这个地方早期在流感的时候，或者它周边有被做一个临时太平间或是临时医院的一个状况哈。对，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上网去搜寻雪梨闹鬼的地方，那或许它就会跑出来了。好 ，OK， 我是寇少的前面，那今天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咿呀嚓嚓。